各位街坊邻居，天下第一蟹物归原主了，我们为它干杯好不好？好！干杯！哎，我一向都说你们虾头聪明，虾头这回啊真是光宗耀祖喽！是啊是啊，其实呢这回赢了，粉丝也有份帮忙的。是啊，哎呀，虾头一向都是爱玩了，看不出啊，粉丝你也很能玩。哪里呀，菊姐，小孩子玩的事呢，我一向都记下来的。基本上呢，我也很有为的。哇，亏你说得出口啊！告诉你，我才用了1成功力。哎，虾头，你太骄傲了。而且今天你们2个不能算是分出胜负。哎呀，喂，那就开个新谈，择日重赛。对，择日重赛。好啊，画志啊，什么时候再放假？不要了吧？要再放假嘛？不如我们下次去长。常州，去远一点儿啊！还有整天。其实呢，比赛并不一定要放假的。过些日子我会参加一个关于厨艺的竞技大赛。当然了，我需要一个助手，我会在你们2个当中选一个。不用选了，这么个高手，非我莫属啊！这倒是，说到玩儿，你真是高手。你只会死读书，读死书啊！看来你们俩都很有兴趣参赛啊。当然了，这个月呢要看你们俩的表现了。表现这种事 ，anytime， 随时都让你满意。玩得好过瘾，大家要多喝2杯，来干杯！谢谢。用点心，到处看看。又是菜市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有哥叫我们看，一定有原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几位先生，看看一些新鲜鱼，随便挑，要什么鱼？夏桃，你挑块丸鱼肉，粉丝，你挑一条红鳝鱼。这块最好。这块真的好吗？是啊，这块有什么问题？你摁一下。鱼肉呢已经没什么弹性了，血是擦上去的。相反这一块呢，虽然没有那么鲜红，但是鱼肉还有弹性，只要没进过冰箱呢，还可以算是新鲜。粉丝，你呢？野哥，这条吧，这条够大。不是光大就行。你看，这条鱼呢，鱼眼已经凹下去了，鱼身没什么光泽，鱼鳃也不够鲜红，你居然挑它？我们做新鲜海鲜生意的，懂得选活蹦乱跳的就行了。作为一个全面的厨师，应该什么都要懂。那猪肉最重要是够鲜红，肥肉要够白，摁下去有弹性就叫新鲜了。你说的只是理论，猪早上宰的，到了现在颜色当然是差了一点，至于味道没变，这样还是新鲜的。这次没错了吧，师傅？2个都对。你们俩告诉我，这块什么肉？这块有点肥肉，应该是梅花肉。当然不是了，是五花肉啊，是后腿肉啊。这块肉厚身嫩滑，怎么做才好？好肉怎么做都可以。是啊，也就是不知道是吧？切丝切片或者做肉丸、猪排都行。我就是想这么说，还是师傅了不起。麻烦你老板，这块肉我要1寸厚。这块肉有多重啊？1斤多吧。1斤半。什么1斤多1斤半的？是1斤。老板，麻烦你称一称。那这位先生好眼力啊，正好是1斤。做厨师呢，配料是基本功，斤量有多少呢？自己应该心中有数。你们俩进了厨房那么多年，有没有认真的用过秤把？知不知道自己抓的分量准不准呢？这配料只要知道个大概，动不动都要称一下，岂不是忙死了？如果每个厨师都像你们俩这么胡乱猜测的话，材料多了多花老板的钱，材料少了客人会骂你偷工减料。连这么简单的斤两都拿捏不准，放调味料的时候随手抓一把，这么样做出来的菜会好吗？你们俩基本功那么差，怎么跟我去比赛呢？刚才你们有没有留意那些摊贩吃午饭呢？一定没有。卖鱼的是吃葱爆鱼鳔，卖猪肉的是吃猪头肉，全部都是所谓不值钱的下价肉，但是味道偏偏最鲜，所以说到吃，他们最懂得吃。市场里哪些卖得好跟卖得不好，是最真实反映到什么是好吃，什么是不好吃，哪些是当季跟最新鲜。你们俩现在明白到为什么我要带你们逛市场了？不早点说。要做一个好的厨师，自己应该懂得去看，懂得去学。你们俩在厨房那么多年，基本功是有的，但是很多坏习惯一定要改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俩从基本功学起。啊？那不是重读幼稚园？放心吧，我会从头学起的。你个马屁精！
谁就学，谁怕谁？友哥，你给我那些资料，我已经全都背熟了，你随时拿块肉来考我吧。做菜不是光靠书本就行的，还要多做一些实习嘛。就说我好了，现在已经练到这瞄一眼就知道那块肉有多重了。哇，你真的好厉害啊！这么快就练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只能看到大约有多重，还要靠磅秤来称。这虽然夸张了一点，可师傅，我真的很用心去练的。肯用心去练是最好了，但是不代表功夫一定行的。现在你们两个做一道大鱼三吃吧。大鱼三吃，炒鱼球，焖头腩，鱼骨熬汤。头腩可不一定要焖的，蒸也可以啊。再把姜丝铺在上边，浇些酱油和热油，也同样香滑可口。好，现在你们俩各自去选鱼，配料方面你们俩自由选择吧。鲈鱼肉质软，纤维松散，拿来炒球很容易变成豆花的。切片太薄，要是火候控制不好呢，当然会变成豆花了。我挑选鲈鱼自然会有把握了。你能做到当然最好，我怕你到时候浪费时间再做一道。刀法准，技巧不错。鱼肉切这么厚，恐怕不容易熟啊。但是在中间加一刀，鱼汁和热油都容易渗透，有心思。有的吃，有的吃，又来一碟，这次没话说了吧？是啊，我们费尽心机了，通通倒掉。又倒掉？但是你试都没试过。就是啊，也许真的好吃。这样套法很造孽的。那你们俩听着，汤不够浓，而且炒球控制的火候不够，焖头腩要生焖才不会粘牙。这样的菜式不用吃到嘴里就知道不够水准。不要紧的，继续努力啊。第4碟了，再倒一碟，美味100大元。哎，看来都要准备好钱了。他们两个怎么这么不争气啊？哇，不过还好没有选我呀。师傅，其实你考我们也是想挑选助手嘛，干脆告诉我们你比赛的菜式，我们专心练这道菜，就不会糟蹋材料又浪费时间了。你们的基本功不行，不管练什么菜式都是没用的。大鱼三吃根本就是很简单的菜式，你们连这个都做不好，怎么做其他菜呢？真的没时间准备了，反正迟早都要他们练的，不如拿这道菜来考考他们呢。不可以，没学走怎么能先学跑呢？老实说啊，我从来没有听师傅说过选什么菜比赛。你想好了没有？这个用不着你们管。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练好基本功，还不进厨房重新做？哦。喂，用心学。太好了，休息。回去睡个觉。我以前教学生的时候啊，他们最怕的是作文了，我就会跟他们说，如果真的想不出的话，就先搁着，走开放松一下，很多时候都会很神奇的。等他们回来，真的想得出了。你是找借口给学生偷懒？你可以说是借口，也可以说是需要。其实学生跟老师一样的，有时候啊，也要让头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觉不觉得出来走走，人没那么烦躁啊？是舒服一点。其实啊，虾头跟粉丝已经很努力了，有时候不要逼得他们太紧了。你不知道，教小孩子要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你抢着要唱红脸了，那我就要唱白脸了。这怎么能算抢呢？要看你有没有说服力吗？你意思是说我天生是唱白脸的料？这要看你的表现。你一向那么酷，当然没我讨人喜欢。哼，你也学会了娜姐那一套。喂，其实我想问你一件事很久了。最后你为什么会来百里仙帮忙呢？为了一碟炒饭。就是我炒给小康姐弟俩的那碟啊。是你爸爸炒给我吃那碟。我爸爸炒给你的那碟，当然比我炒的那碟好吃多了。如果当时你只是一个小孩子，有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，有个好心的叔叔炒了一碟炒饭给你吃，那碟饭的味道，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所以你就帮百里仙，就是帮我爸爸。怪不得我爸爸说食物可以传递感情啊。那碟饭就是人情。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傻乎乎的接手百里仙？你说过了，你疯了吗？咦，你是因为一碟炒饭，
我是因为一碟菜叫花枝招展。我6岁那年，我第一次来百里县，爸爸做给我吃的，后来是虾头做给我吃，那种味道，我永远都会记住。花枝招展，传递的就是亲情。我觉得百里县跟我爸爸、跟我弟弟，都是一种无形的联系，所以我舍不得放手。人不可以不吃东西，所以食物和人生就好像不可分割似的。哎，说到吃，我有点饿了。哇，这种地方有什么吃的啊？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好东西吃的。后面有间杂货店，我过去了，大爷。哎，那，喂，我堂堂一个大厨师，你弄碗泡面来，算不算侮辱我？吃不吃随便你了。好香啊！能有多香？还不是那种味道。可是这碗面真的很好吃啊。有什么特别的？还不是泡面一碗。不知道，总之很好吃。真的假的？怎么样？就是奇怪，很好吃啊，为什么？会不会是这碗面多了什么吗？多了什么？那碟炒饭有人情，花枝招展有亲情，那这碗面，总之是很好吃了。你教吧。好像有点不对劲。啤酒好像过期了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干嘛？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干嘛。哎，要不要帮忙啊，娜姐？最好啦。不过我有事情做，下次吧。是啊。讨厌！喂，师傅，到底什么时候抽生死牌啊？选助手就选助手了，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？你们两个知不知道，食物最讲究的是什么？这还用说？当然是味道了。不是啊，其实味道也可以分为闻和吃两种的。那这方面呢，粉丝比你观察入微。偶尔来个1、2次而已了。小头，做人谦虚一点。做一道菜出来，是先闻到，然后再吃到，所以用味道去引起人家的食欲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我要你们俩每人想一道菜出来，记住，最重要的是味道能够引起人家的食欲。谁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客人来光顾，谁就算赢，可以做我比赛的助手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做功课。你要给我们时间啊，什么时候？随时。那要这样子，喂，你偷步！芝芝，我买了豆浆给你喝。哎呀，烫死了，烫死了！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它只沾到一点点，我弄得满身都是，怎么人情冷暖呢？真不好意思，给你一张纸巾。谢谢，芝芝，其实我什么事啊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他该不好意思才对，不应该搞得满地都是嘛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识相了。芝芝，芝芝，喂，芝芝，喂，要不要换条长裤？不用了，谢谢。